白内障手术做完后，视力本来清晰了，为什么过一阵子又变模糊了？难道是手术失败，甚至白内障复发了吗？很多术后的长辈一感觉视力变差，心里就不禁冒出这些疑问和担忧。其实，白内障手术后视力再次模糊，并不是手术失败，更不是白内障卷土重来。那雾茫茫的世界背后藏着其他原因。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揭秘，让您术后视力模糊的3大元凶。第一个元凶，只需一个雷射，治疗5分钟就能轻松搞定。第二个元凶，藏在您眼睛的表面，常常被人忽略。第三个元凶则深居在眼睛底部，是决定您视力能否长久清晰的关键因素之一。听起来很玄乎吗？别走开，接下来我们一一揭晓这些视力小偷的真面目，同时教您如何对症下药，守护手术换来的光明。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件事，白内障手术后其实不存在所谓白内障复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手术中，医生已经把您混浊的天然晶状体，也就是白内障的所在，完整的移除了，并换上了一枚人工晶体。这枚人工晶体是由特殊透明的材料制成，放置在您原本晶状体的位置上。由于天然的晶状体都被取出来了，没有了会变混浊的本体，所以严格来说，白内障不可能再长出来。换句话说，白内障不会复发，因为它连根晶状体都已经被拔除了。那么，既然白内障不会再来，手术后视力模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术后视力模糊一定另有原因，而且往往不是一个单一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那些可能的真凶上。在讨论元凶之前，需要提醒的是，手术完刚开始的几天内，视力有点模糊或不稳定是正常的。毕竟眼睛刚动完手术，角膜伤口在愈合，眼内还有点发炎反应。这段期间看东西不够清楚，甚至有点雾，是恢复过程的一部分。但这里要说的又模糊，指的是术后一段时间，例如数周或数月，视力已经恢复清晰，日常生活都没问题了，却在几个月或几年后又渐渐出现模糊、雾蒙蒙的感觉。如果您是属于这种情况，那就要注意我们接下来提到的几个可能原因了。元凶一，后囊混浊，俗称2次白内障。许多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后半年到几年之内，可能会遇到第一个视力杀手后囊混浊。您或许听过这个名字，也有人称它后发性白内障或2次白内障。名字里带个白内障，难怪让人以为是白内障复发了，但其实它跟最初的白内障并不一样。究竟什么是后囊混浊呢？让我们用简单的比喻来说明。想象您的眼睛里本来有颗混浊的水晶体，白内障，手术时医生把这颗混浊的镜头整个取出，换上新的清透人工镜头。然而，医生并没有把晶状体周围的所有组织都拿掉，而是特意留下了一层薄薄的透明膜囊，称为后囊膜，来支撑新人工晶体。我们可以把这层后囊膜想象成相机镜头的一块透明支架或袋子，人工晶体就安放在这个袋子里。手术刚结束时，这层囊膜是透明的，所以光线可以顺利通过，您的视力因此恢复清晰明亮。然而，问题出在时间的推移上，在手术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原本附着在晶状体上的上皮细胞残留在后囊膜上。这些细胞就像顽强的小种子，手术后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停，而是慢慢在后囊膜表面增生移行。起初可能没什么，但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这些细胞越聚越多，竟然在透明的后囊膜上长出一层薄薄的膜。这层新生的膜就不再透明，而是混浊的。结果，您的人工晶体后面相当于被拉上了一层半透明的窗帘，或罩上了一层毛玻璃，光线要穿过去变得困难，影像也就再次模糊不清。这就是后囊混浊的发生过程。后囊混浊的症状往往跟原本的白内障很像，您可能觉得视野又开始雾茫茫，好像隔着一层擦不干净的玻璃看东西，在光线暗的地方视力下降明显，光线强时又会感到刺眼。晚上看路灯或车灯可能出现光晕、眩光，对比敏感度下降，视觉清晰度不如之前。许多患者因此以为是不是白内障又长回来了，其实正是这顽皮的后囊膜细胞在作祟。可以说，
后囊混浊是白内障术后视力再度模糊的头号元凶，也是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有统计显示，大约每5位白内障患者中，就有1位在手术数年内会遇到程度不等的后囊混浊，尤其是某些年轻白内障患者，因为细胞活跃，可能更早发生。不过每个人情况不同，有的人术后几个月就出现混浊，有的人则要好几年才慢慢明显。知道了后囊混浊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怎么办？难道还要再开一次刀，把那层膜再切掉吗？不少患者一听到长膜，就怕要动第2次手术，心里发慌。好消息是，对付后囊混浊不用再把您推上手术台，动刀开眼睛，而是一个简单快捷的门诊小手术就能解决。眼科医生的秘密武器就是一种特殊的雷射，叫做 YAG 雷射。透过 YAG 雷射的后囊膜切开术，医生只需要在诊疗椅上用雷射哒哒几下，就可以帮您把那层混浊的膜打开一个透明的窗口。整个过程通常只需几分钟，而且几乎不会疼痛。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治疗过程。首先，医生会替您点上眼药水，包括散瞳剂，让瞳孔放大，方便观察和操作，以及表面麻醉剂，让眼球表面没有痛觉。接着，您坐在一台类似裂隙灯的雷射机器前，下巴放在支撑架上固定头部。医生在您的角膜表面轻轻放置一个特殊的聚焦透镜，这个透镜能帮助精确引导雷射到后囊膜上，同时保护眼睛其他部分。然后，您只要盯着医生指示的小灯光点看，保持眼睛和头部不动。医生透过显微镜观察您的后囊膜情况，调整好雷射焦点，瞄准混浊最严重的中央区域，随后噼噼噼几声轻微的声响或几下细小的闪光，雷射开始发射了。您也许能听见轻微的啪嗒声，或看见些微红色闪光，但别担心，那不是火花，也不会疼痛。大多数患者在这过程中完全不觉得痛，充其量感到眼睛里有点亮光一闪而过。短短几下之后，奇迹就发生了。那片挡在人工晶体后的混浊膜中央被雷射精确的气化，切开了一个圆形的小洞，就好像有人在毛玻璃窗上插出一个清晰的透明区域，原本被挡住的光线立刻冲出重围，重新直达视网膜。通常几分钟的雷射操作就足够打出一个足以供瞳孔透视的窗口。医生确认开口大小适宜，位置居中后就完成治疗。治疗结束后，医护人员会再给您点一些消炎的眼药水，预防因雷射操作引起的轻微发炎。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您就可以起身回家了。这个过程不需要住院，也不影响您吃饭走路，只是术后几个小注意事项，比如当天不要揉眼睛，不要马上开车，隔天回门诊复查一下眼压和视力等等。很多人关心，雷射打完视力多久会恢复呢？绝大部分情况下，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有些患者走出诊间就发现眼前亮了许多，原本的雾蒙感减轻甚至消失。也有人可能因为散瞳药效当天还在，视力要等瞳孔恢复后才完全清晰，但隔天几乎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改善。这个雷射小窗一旦打开，清楚的视野通常长期有效，因为混浊的组织不太可能再长回来封住这个洞，就像在玻璃窗贴着的雾，贴纸中央挖掉一块，周围的贴纸不会自己长过来补上中间的洞，所以通常只需要这么治疗一次，后囊混浊的问题就一劳永逸了。在现代医疗中， YAG 雷射后囊膜切开术是一个非常成熟、安全而且高成功率的治疗。不过，医生在进行之前仍会检查您的眼睛整体状况，例如是否有严重的视网膜病变或青光眼尚未控制等，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延后雷射时机。但总的来说，不用开刀的雷射治疗大大降低了病患的负担和风险。因此，总结第一大元凶，如果白内障术后过了一段时间，您的视力又开始像白内障没开之前那样模糊，看灯光觉得有光圈，甚至眼睛对光很敏感，千万别惊慌，极有可能就是后囊混浊找上门来。这不是手术失败，更不是原来的白内障复发，而是常见的术后正常现象之一。只要及时就医，几分钟的雷射门诊治疗就能把视力重新擦亮。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一定会发生后囊混浊，但了解这种可能，您就不会在它出现时措手不及。现代白内障手术医生也很有经验，他们常在术后提醒病患，以后若又觉得雾雾的，可能是膜长厚了，要回来检查。这就是在告诉您要留意二次白内障的征兆。总之，后囊混浊是我们揭晓的第一个视力模糊元凶，还好它也是最好解决的一个。解决了第一号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大元凶。有些人可能会说，可是医生，我开完白内障后定期检查，医生说我的后囊膜还很清晰啊，可我就是常常觉得有时看不清楚，尤其用眼久了就模糊，休息一下又好一些，这是怎么回事？这就带出我们的元凶二，干眼症。没错，不要以为白内障手术只关乎眼球内部，其实眼睛表面的状态同样影响着视力品质。干眼症可以说是许多人术后视力波动的隐形杀手。干眼症听起来不像什么大毛病，但它带来的视觉困扰绝对不容小觑，特别是在白内障手术后的几周到几个月内，很多患者的眼睛都会比平常干涩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首先，我们的眼球表面需要一层稳定的泪液膜来保持润滑和透明，这层泪膜就像照相机镜头上的一层保护液，让光线顺利且均匀地透过角膜。如果泪液不足或者质量不佳，泪膜会变得不均匀，角膜表面时干时湿，光线通过时就会发生散射或扭曲，导致视力时好时坏。简单讲，干眼会让我们看东西时出现间歇性的模糊或异物感，需要频繁眨眼才能暂时改善。白内障手术其实可能在短期内加重干眼症状。虽然现代白内障手术伤口很小，恢复很快，但术中术后有几个因素会影响眼表健康。手术时在角膜边缘需要做一个小切口，这难免切断一些角膜的神经纤维，而角膜神经被切断后，短期内泪腺的反射功能会变迟钝，导致泪液分泌暂时减少。其次，手术前后为了预防感染和发炎，病人需要使用一些含防腐剂的眼药水或碘抗生素、消炎药水。这些药物成分含防腐剂多少对角膜上皮细胞有刺激，让眼睛觉得更干涩。一来一往，术后头几周眼睛经常感到干干的、涩涩的，就不奇怪了。有干眼的情况下，患者的主观感受就是眼睛容易疲倦，常觉得干燥痒痒，仿佛眼皮底下藏了细沙。早晨起床时可能觉得眼睛又酸又干，好像睡觉都没闭好眼似的，看东西有时清楚，有时模糊，需要一直眨眼才能维持清晰，有时甚至出现流泪、畏光，这都是干眼症的表现。特别是长时间用眼，例如看书、用电脑或手机，后泪液蒸发更快，干眼加重，视力模糊的情况也会变得明显。很多人在白内障手术前可能就有轻度干眼，只是当时因为白内障本身影响大，反而忽略了干眼的小困扰。一旦白内障拿掉，世界亮了，反而开始注意到原来自己的眼睛这么干。而对于原本没啥干眼问题的人来说，手术后短时间出现干眼症状也不稀奇，因为上述那些因素足以让几乎所有患者术后都有点干眼，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那么干眼导致的视力模糊如何改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保湿、保湿、再保湿。对眼睛来说，保湿的方式就是补充泪液和减少泪液蒸发。同时，我们也要调整用眼习惯，减轻眼睛的负担。以下是几个对抗干眼的小诀窍：勤滴人工泪液，在术后恢复期，请把人工泪液当好朋友，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单支小瓶装的，一次性眼药水最佳，定时给眼睛滋润，例如每隔几小时就滴一滴，不要等眼睛干到难受才滴。人工泪液能立即补充泪膜厚度，使角膜表面重新变得光滑，视力自然清晰不少。很多人在术后头几周需要每天滴4到6次，甚至更多，依照医生建议频率来即可，别担心滴太多，有需要就多滴。无防腐剂的泪液不会伤害眼睛。调节环境和用眼习惯，如果您长时间处在空调房、干燥环境，干眼会更严重，可以在室内使用加湿器，保持空气有一定湿度。吹冷气或暖气时，避免让出风口直接对着脸吹，
出门遇到大风天，可以戴上保护眼镜或太阳眼镜，减少风吹造成的泪液蒸发。用眼一段时间，建议每30分钟就休息片刻，闭目养神或远眺放松，顺便记得多眨眼。人在专注看东西时，眨眼次数会大幅下降，泪液更容易蒸发，所以强迫自己时不时眨几下，对保持泪膜稳定很有帮助。热敷按摩眼睑，有些干眼是因为眼睑的油脂腺阻塞，导致泪液中油层不足，蒸发过快。每天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敷在闭起的眼皮上5分钟，让眼睑的油脂变稀一些，然后轻轻用手指按摩上下眼睑，方向朝着睫毛边缘，把滞留的油脂挤出来。这样做可以改善泪液的油脂层品质，让泪水不容易蒸发干掉。持之以恒，对慢性干眼有一定帮助。当然，动作一定要轻柔，温度适中，别烫伤或过度揉眼。饮食和作息，多喝水，均衡营养，对全身健康，包括眼睛都有益处。适当补充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例如深海鱼、亚麻籽等。有研究显示，可以改善泪液的稳定性。良好的睡眠和休息也能让眼睛有时间修复。反之，如果熬夜或长时间用眼不休息，干眼只会雪上加霜。经过上述这些用心呵护，多数人的干眼症状会在术后几周至几个月内逐渐减轻，视力稳定度也会提高。如果您本身在手术前就有干眼问题，那更应该提前告诉医生，并在术前就开始做干眼治疗，例如点药水、热敷等，让眼表状态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再去动手术。这样不仅提升手术测量的准确性，术后也比较舒服。对于少数严重干眼患者，医生还可以开一些处方药来帮忙，例如点用抗发炎的眼药水，像环孢素或利福特等药物，它们可以减少眼表发炎，增加泪液分泌，从根本上改善干眼症。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泪点栓塞，就是在下眼睑的泪小点放一个微小的栓子，把泪水排出通道暂时堵住，这样您自己的泪水就能在眼表停留更久，不会流失太快。不过，这些进阶治疗通常只有在严重干眼且一般方法无效时才会采用，得由眼科医师评估决定。总之呢，干眼症是白内障术后常见的视线搅局者之一。别小看干眼对视力的影响，它可能不会像白内障那样让您持续一整天看不见，但它会让您的视力忽明忽暗，品质不稳，就好比相机镜头上不断起雾，需要擦拭一样，令人烦不胜烦。好在干眼并非无计可施，只要按照上述方法细心保养，再加上一点耐心，大部分人的情况都能显著改善。如果您感到术后视力没有预期中好，一定要让医生检查一下您的眼睛表面，看是不是干眼在作祟。当干眼得到治疗后，您或许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清晰视力早就在那里，只是被干燥遮盖了。把这层干燥的干扰赶跑，您的世界就能恢复亮丽如新。谈完了眼睛表面的问题，我们再把目光投向眼睛更深处。元凶3，眼底病变，这可是潜伏在幕后的视力杀手。相较于后囊混浊和干眼症，眼底病变往往更加复杂难缠，而且不是用1-2种简单办法就能解决的。所谓眼底病变，指的是视网膜、黄斑部、视神经等眼睛内部感光结构出了状况。白内障手术之所以能让人重见清晰，是因为它移除了挡在视网膜前方的混浊晶体，相当于换了一个透亮的镜头。然而，相机的镜头换好了，如果底片本身有刮痕或感光元件坏了，照片依然不清晰。同理，如果眼底有病变，就算晶体透明无比，视力仍然无法达到理想的水平。那么，哪些眼底问题最常让白内障术后的视力亮不起来呢？在老年患者中，黄斑部病变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2个重量级的元凶。我们一个个来了解。首先是黄斑部病变。黄斑部是眼底视网膜中央的一个区域，主宰着我们的精细中央视力，让我们看清人脸的表情、读书写字。它就像相机感光元件或传统相机的底片上最关键的中央部分，一旦黄斑部出了问题，我们看东西的中央区域就可能模糊、变形，甚至出现黑影。
最常见的一种黄斑部问题是年龄相关性黄斑部退化，也叫老年黄斑部病变。随着年龄增长，眼睛黄斑区域可能会逐渐退化，累积一些所谓的黄斑部沉积物，又称玻璃模板。由这是干性黄斑部病变的特征。在某些人情况更严重时，会发展出湿性黄斑部病变，也就是长出异常的新生血管，导致渗血含水肿，把黄斑区淹得乱七八糟。无论干性还是湿性，黄斑部病变都会明显损害视力。如果一位患者在白内障手术前就有黄斑部病变的早期迹象，那么纵然白内障手术技术完美，人工晶体晶莹剔透，术后视力也不可能恢复到正常年轻人的水准。许多长者在手术前因为白内障太浑浊，医生也不一定能仔细检查到黄斑情况，只知道视力可能受其他因素限制，所以常有患者术后感叹，咦，怎么换了晶体还是看不太清细节。这时候进一步检查眼底，就会发现原来是黄斑部先天不足，换镜头时底片就破了，当然出片效果不会好。另外有些案例，患者原本黄斑部只有轻度问题，但做完手术后，由于眼睛变清亮，光线全部照射到视网膜，反而凸显了黄斑区的缺陷。患者可能感觉看东西中央有一块区域特别难聚焦，甚至比术前白内障在时更明显注意到那里有问题。因为以前白内障遮光模糊一片，反而感觉不出哪里特别看不清，现在周边都清楚了，只有黄斑病变那部分不清楚，就格外显眼。这并不是手术让黄斑变坏，而是去遮盖效应的结果，光线全进来了，黄斑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坏的地方就暴露了。对于黄斑部病变造成的视力下降，目前医学上也在努力，但无法逆转已经损伤的感光细胞。干性黄斑部退化没有特效药，只能靠营养补充和定期监测，比如遵照医嘱服用含有叶黄素、玉米黄素以及高剂量维他命 C、E、锌、铜等成分的 AREDS2 配方营养素，被认为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恶化速度。湿性黄斑部病变则需要接受眼内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也就是打针到眼球里，听起来可怕，但其实很常见的治疗，用药来让新生血管消退，减少水肿出血。这种治疗通常需要1个月打一次，连续多次才能控制病情，而且即使控制住，也不代表视力能恢复，只是尽量保住残存视力不再恶化。所以如果您的眼睛同时有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白内障手术只能解决镜头清晰度的问题，底片质量的问题还得靠上述方法另行处理，而且效果有限。医生通常会在您手术前后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怕病人误以为开刀没效。很多眼科医生在为有黄斑部病变的病人做白内障手术前，会说我们换了晶体之后，视力有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但不会特别好，因为您眼底本身有毛病。这句话就是在为术后可能的视力不佳预做说明。再来看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现代人糖尿病盛行，而糖尿病对眼睛最可怕的影响之一就是视网膜病变。高血糖会损伤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视网膜的微血管特别脆弱，长期高血糖会让它们逐渐渗漏阻塞，视网膜一旦缺血，就会发出求救讯号，使得眼底长出乱七八糟的新生血管，和黄斑部湿性病变有点类似的机制。但这些新生血管非常脆弱，容易破裂出血，引发更多的瘢痕和牵拉，有些还会长到前面玻璃体内，形成增殖膜，把视网膜拉得变形，严重时造成视网膜剥离。这一系列糖尿病引发的改变统称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常常在白内障手术前被忽视。很多中年糖尿病患者40-50岁就长了早发性白内障，在他们做白内障手术时，眼底可能早已有了微血管病变，但肉眼不易检出。等到术后视力没达到理想，仔细一查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视网膜上。有些糖尿病患则是在白内障手术后，由于视网膜一下子暴露在大量光线中，加上手术可能诱发一点炎症反应，诱发或加剧了糖尿病黄斑水肿、视网膜中央的水肿，导致视力受损。无论哪种情况，一旦术后发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作怪，就需要展开针对眼底的治疗。
例如进行视网膜雷射光临手术，在眼底打雷射，封闭渗漏的血管，防止新生血管增生，或定期眼内注射药物控制黄斑水肿等。这些治疗的目标主要是保住视网膜功能，避免恶化，而不是能让视力比术前更好。所以患者和家属一定要明白，白内障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糖尿病对眼底的伤害不是换个晶体就能消除的。良好的血糖控制在这里也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若血糖依旧居高不下，眼底病变还会持续进展，视力可能进一步下降，即使晶体是轻的也无济于事。除了老年黄斑部退化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之外，还有一些眼底因素也可能导致白内障术后视力不如预期。例如高度近视患者常有的视网膜退行性变化、视网膜裂孔，或是视神经方面的疾病，像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炎等，都会限制视力。还有少数情况是眼底手术后的后遗症，例如以前得过网膜脱离做过手术，虽然重新复上，但视网膜功能部分丧失，或者黄斑区长了膜、黄斑前膜，导致影像变形等等。这些复杂的情况如果存在的话，白内障手术前通常就能有些眉目，医生也会事先评估和说明。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罕见的问题也许会被误以为是白内障复发，例如人工晶体本身出现问题。虽然人工晶体理论上应该永久透明，但现实中极少数案例里，人工晶体材料可能会在多年后出现老化或沉淀。例如某些早期材质的晶体会长出类似细小污点或钙化的现象，这种情形下，人工晶体看起来变得有点混浊或泛黄，确实会影响视力。不过这类人工晶体变质的情况发生率非常低，尤其现代人工晶体工艺先进，品质很稳定，大多可以在眼内保持透明数十年不成问题。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工晶体移位，比如受到严重的眼部撞击，可能导致人工晶体在眼内的位置偏移，甚至脱离囊袋，造成视力模糊或复视。但这通常伴随明显外伤史，而且也很少见。如果真的晶体移位严重，可能需要2次手术调整晶体位置或更换晶体。所以整体来说，相比起前面提到的3大元凶，人工晶体本身出问题的几率要低很多。患者大可不必草木皆兵的担心人工晶体会坏掉或过期，只要遵照医嘱保护好眼睛，不让眼球遭受重击，一般人工晶体能稳稳地替您服务一辈子。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整理一下战果。白内障手术后，如果视力再次变模糊，主要有3大元凶值得怀疑。一、后囊混浊，俗称2次白内障，它是术后常见的现象，原因在于人工晶体后方的后囊膜变混浊。但别担心，一旦确定是它，只需要门诊用 YAG 雷射打开一个小窗户，几分钟就能恢复清晰视力，不需开刀，效果立竿见影，而且持久。2、干眼症，眼睛表面泪液不足或不均，导致间歇性视力模糊，这在术后早期尤其常见，也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对策是改善眼部湿润度，勤点人工泪液，注意用眼卫生、环境加湿、热敷眼皮等等。干眼一旦获得控制，视力的稳定性就会明显提升。3、眼底病变，这包括黄斑部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各种视网膜或视神经的问题。如果眼底出了问题，白内障手术本身无法改善，由此带来的视力下降，需要眼科医生针对这些原发疾病进行治疗，如眼内打针、雷射治疗、药物等，并且患者本身也要控制好全身健康，例如血糖、血压，来避免眼底进一步恶化。眼底问题往往决定了您视力的天花板，所以术前术后的眼底检查相当重要。知道了这3大主因，我们就能有针对性的保持和提升术后的视力。白内障手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光明之门，但要让这扇门后的风景长久清晰，还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和照护。以下提供几个小叮咛，教您延续清晰视力20年、30年，甚至更久。定期检查，追踪眼睛健康，千万不要以为开完白内障，从此眼睛就万事大吉。定期的眼科复查非常重要，通常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半年，
1年各要回诊确认恢复情况。此后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眼科检查，包括视力、眼压、眼底检查等。透过这些复查，医生可以及早发现后囊混浊的苗头，在您还没明显感到模糊前就安排雷射治疗，也可以持续监测您的黄斑、视网膜状况。如果有新问题，像老年黄斑退化开始出现，或糖尿病造成的改变，也能尽早处理。定期检查就是给您的眼睛买保险，别忽视它。控制全身疾病，保护眼底。眼睛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眼睛健康，特别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这3高，还有心血管疾病，都和眼底血管健康息息相关。控制好血糖、血压，遵医嘱服药，饮食节制，规律运动，这不仅是为了身体，也是为了您的视力着想。举例来说，血糖稳定的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就慢很多。血压控制好可以减少视网膜血管阻塞或出血的风险。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戒烟。吸烟是黄斑部病变的头号危险因子之一，也会加重干眼症状。为了眼睛的未来，请远离烟草。另外，保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心态，也有助于全身和眼睛的康复。保护眼睛免受过度光伤害。紫外线和强光对眼睛的伤害是长期累积的，即使你已经换上人工晶体了，也需要继续做好眼睛的防晒。很多人工晶体本身带有抗紫外线涂层，但日常防护仍不可少。晴天外出时戴上太阳眼镜或遮阳帽，减少强光直射眼睛，不仅可以保护角膜和视网膜，也能让您减少眩光不适。这对预防黄斑部进一步退化以及白内障术后的眼睛舒适度都大有帮助。爱护眼睛，健康用眼。手术让我们重见光明，但我们也要珍惜这份光明，尽量避免长时间过度用眼，不要连续几小时盯着书本或电子萤幕而不休息。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就将视线移开至少20英尺，约6公尺远，看20秒以上，让眼睛放松片刻。如果感到眼睛疲劳或干涩，就休息一下，滴点人工泪液，再继续。不要在晃动的车上或光线不足的地方阅读，以免加重眼睛负担。夜间照明要充足柔和，避免强光直射眼睛。简单来说，就是给您的眼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休息时间，眼睛用得舒服，视力自然保持得更稳定。最后，想和各位分享的是，白内障手术带给我们的清晰视力，其实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但要让这份礼物长长久久，我们需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收礼人。当您在术后某天再次感到视线模糊时，请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陷入是不是手术白做了的懊恼。取而代之的是，冷静地回想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这模糊可能是后囊混浊吗？可能是干眼症吗？或者是自己的眼底出了什么新状况？然后尽快去寻求眼科医生的专业诊断。一旦找出元凶所在，处理的办法多半就有了。医生是您在守护视力路上的伙伴，他和您一样，希望您的眼睛保持健康，看得清楚。千万别因为担心被责怪或害怕治疗而不敢回诊。视力问题拖得越久，解决起来往往越困难。相反地，及早处理常常可以事半功倍。白内障术后的视力之旅有高峰，也可能有小低谷，但只要您对自己的眼睛够了解，肯投入时间精力去保养，绝大多数人都能享受长期良好的视力。我们揭穿了视力模糊的3大元凶，也提供了对应的秘方。现在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当您下次透过那片人工晶体看世界时，记得它后面的那层窗户需要您关注，它前面的那层泪水需要您维护，而更深处的底片需要您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守护。唯有全方位的爱护眼睛，才能让手术换来的清晰世界持续辉煌。希望今天这一番深入而生动的探讨，能够解开您心中的疑惑，让您明白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模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原因而产生误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真正的元凶是什么，也掌握了对付他们的法宝，那就请放心地享受您的光明人生吧。愿您和您的家人都能拥有持久清晰的视力，看见世界上每一处美好的风景。
祝福大家眼明心亮，健康快乐。